如果你上焦燥热，中焦不通，下焦寒冷，今天就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，或者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，以免想看的时候就找不到了。今天说的这个情况，很多人都有，他们上半身热，下半身凉，上半身动不动就上火、长痘、口腔溃疡、牙龈出血，还容易流鼻血；下半身则冷如冰窖，手脚冰凉，大便不成形，便溏、尿频，还有宫寒等等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和现在的人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。熬夜犯难，食用抗生素，大吃大喝，食用过量添加剂，经常吹空调、喝冷饮，长时间久坐、运动少等等，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导致大部分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上热下寒的问题。女性的表现尤为突出，她们无论是什么季节，下半身总是冰凉的。解决这种情况最关键的一点是打通中焦。我们把身体躯干这一部分分为上焦、中焦、下焦三段。上焦是指上面的心肺，中焦是指中间的脾胃，下焦是指肾、膀胱以及生殖系统等等。因为只有打通了中焦，才能顺利引火归元，使水火相济，阴阳交汇，从而温暖滋润全身。今天分享的方法是一个古法七疗法，它是道家的养生方法，也是南怀瑾大师的养生秘诀。他在《我说参同契》记载，桂圆肉、花椒、艾绒打碎敷在肚脐上，能让水火交感，可以调理胃肠问题，补益心脾，养血安神。那么中焦不通要敷肚脐呢？因为中焦不通重在调脾胃，把脾胃这里调好了，中焦自然就通了。而贴肚脐贴就是调理脾胃既简单又好用的方法。那么大家如果你是动手能力比较强，那么也可以自制。大家看好了，取桂圆肉1颗，花椒7颗，艾绒适量。大家选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的材料，才能发挥好的作用。差的材料是便宜一点点，但是起不到作用。像艾绒，一定要选择优质的3年陈艾才行。如果你们不懂，在市面上很难找得到真正的3年艾绒，所以你们自己在选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。把这3样材料准备好之后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把它们充分捣碎，然后搓成一个花生米大小的丸子就行。贴法非常简单，睡觉之前取3个丸子，一个放在肚脐上，肚脐这里最好能滴一滴白酒，以促进吸收。放好，贴上胶布。剩下2个稍稍压扁，贴在双脚的涌泉上，贴6到8小时，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取下来即可。建议每一位想调理的朋友认认真真贴上28天以上。方法非常简单，只要我们坚持，想要改变上热下寒的情况，一定要坚持贴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，今天分享最完整版的仙人油腑，全面还原百岁药王孙思邈的仙人油腑术，打通中焦，调理脾胃。网上流传的仙人油腑大多做了简化和修改，其功效大不如原版。我现在详细还原古法的巴式动作及讲解练功效果和注意事项，大家先点赞收藏起来，慢慢跟着练。先平躺仰卧在床上，全身放松，露出腹部，油腹前可涂点精油，防止挫伤皮肤。第一是按摩心窝部，两手中间3指叠放在一起，按在心窝部位，按肾时针方向做圆周运动，不需要很用力，但是要有渗透感。按摩21圈，再逆时针按摩21圈。第二是回环按摩腹中线及腹两侧，两手中3指从心窝顺时针卷动按摩，一边揉一边往下移，
移至脐下指骨联合处，两手分开，按摩腹部两侧，回到心窝处汇合，循环21次。第3式，推按腹中线，同样是中三指相接，由心窝、腹中线部位向下推，推至指骨联合处，循环21次。第4式，右手腰脐腹按摩，我们右手放在腹部，顺时针方向围绕肚脐摩腹21圈。第5式，左手腰脐腹按摩，我们左手放在腹部，逆时针方向围绕肚脐摩腹21圈。第6式，推按左侧胸腹，左手叉腰，大拇指在前，4指在后，轻轻捏住，右手中三指与左乳下方为起点，直推到左侧腹股沟，循环21次。第7式，推按右侧胸腹，右手叉腰，大拇指在前，4指在后，轻轻捏住，左手中三指以右乳下方为起点，直推到右侧腹股沟，循环21次。第8式，盘坐摇卷，我们双腿盘坐，大拇指摸到无名指的根部，握住，这是道家的握固手法，分别轻按2膝上，全身放松，上身微微向下俯，缓缓地顺时针方向摇卷21次。摇卷的幅度宜大不宜小，在逆时针方向摇卷21次。在揉腹过程中产生肠鸣、打嗝、放屁等属正常反应，是气血疏通的表现。每天睡前或者是早上起床前做1次最好。腹部有伤病的或者孕妇不可做。仙人揉腹跟一般局部的摩腹法不同，它能够更全面、更完善地打通中下两焦，连通整个腹部的经络，保健效果非凡。如果你有湿气重、上热下寒、身体弱、脾胃差等问题，坚持揉腹打通中焦，上述问题就会有很好的改善。经常消化不良、便秘的人，试试揉腹，一般坚持7天左右就会有明显效果。对于虚胖的人来说，坚持揉腹会让身体变得结实，肚子赘肉减少。好，今天的内容比较多，也很重要，大家先点赞收藏起来，慢慢跟着练。怎么知道自己的脾到底虚不虚？大家听我问6个问题，问完你就知道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你的大便是不是不成形？如果大便经常不成形，甚至容易溏稀或者粘马桶，这就是脾虚的经典表现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你的舌头有没有胖大？舌头两边有没有齿痕？如果有明显的齿痕，就是脾虚导致的水湿重了。因为脾虚，身体水液运化不好，时间长了，湿气就重了。第三个问题，吃完饭后有没有常常觉得肚子总是不舒服？吃完饭或者只是吃一点点就饱胀，消化不良，有些人还会反胃酸、烧心，这就提示我们脾胃不好了。第四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喝水都长胖，或者吃多少都不长肉？有些人真的喝水都长胖，明明吃得很少，但是身体发胖，而且是虚胖，这种情况也是脾虚。因为脾胃虚弱，水谷运化障碍，在体内聚而成湿，身体代谢缓慢，就会出现发胖的情况。如果身体过瘦，吃很多东西不长肉，那也是脾胃出了问题。虽然吃了很多，但是吃进肚子里又出来了，营养没有被身体吸收。所以如果你是正常吃饭，但是过瘦或者过胖，都是不正常的，是脾虚出了问题。第五个问题，你是不是经常感到疲倦，身体很懒，不爱动？脾胃不好，虚的人
一般都是精神不好，懒得动，懒得说话，就爱坐着躺着，总是感觉乏力、疲惫，还总是睡不醒，这也是脾虚的表现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怕不怕吃生冷的、凉的东西？就是吃了冰冷的东西，身体会发冷，或者吃了生冷的瓜果食物，就马上拉肚子、肚子痛等等。如果是，就表示脾胃已经虚得比较严重了。以上6个问题，只要占2条甚至更多以上，表示你的脾虚比较严重了，确实需要好好调一调了。首先，我们要把肚子疏通一下，可以站着或者躺着，找到肚脐上面4寸，就在这里，用我们的手指这样子勾住这里，用力点住这个点，然后左右拨弹，再上下拨弹，拨弹完再顺时针转36圈，再逆时针转36圈，然后再疏通肚脐下3寸。同样的手法，勾住这里，用力点住，左右拨弹，上下拨弹，顺时针转36圈，然后再逆时针转36圈。最好能疏通到肚子有微微发热的感觉。好，这是第一步，先疏通脾胃周围的经络，疏通堵塞。疏通了之后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一步，就是补一补脾胃。怎么补呢？很简单，取花椒6、7颗，干桂圆1个，艾绒少量。我们把这3样放在一起，捣碎，可以加入适量的蜂蜜，让粘合起来，搓成一个小丸子。这个小丸子能量很大。艾绒是阳气之皇，有天上太阳，地上艾草的说法。花椒的走劝能力很强，温中散寒。桂圆肉养脾胃很好，3种组合在一起就是一股满满的能量。我们把它放在肚脐眼里，让肚脐来吸收这股能量。一个通法，一个补法，只要你坚持1到2个月，脾胃不好的情况就会改善了，脾胃就会好起来。下面我向大家演示怎么贴，非常简单，把做好的丸子放在肚脐眼里，然后贴上胶布即可。最好双脚的涌泉穴各贴1个。贴涌泉的时候，先把丸子压扁，然后放在涌泉的位置，贴上胶布即可。在睡前贴上，第2天起来的时候取下来就行。肚脐贴制作很简单，但是大家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材料，作用才好。老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字眼，一个女人不管多少岁都非常抗拒衰老的到来。很多人都以为老是从脸上开始，其实不是的。人老腿先衰，其实女性开始衰老的时候，下半身早早就给出了暗号。有哪些信号呢？我们一起看看。1. 腰越来越粗。2. 臀部、大腿上的皮肤越来越松弛，越来越缺乏弹性。3. 小腿开始出现抽筋的情况，特别是在半夜的时候更容易抽筋。有上面这些情况，往往就是开始衰老的信号了。在中医看来，人体的衰老和体内毒素堆积过多、气血不足、气血无法供应身体需求有密切的联系。我们不能阻止衰老，但是我们能延缓衰老，让衰老来得慢一些。下面教大家3个方法，清除下肢的垃圾毒素，补足身体气血，让体内毒素小一些，垃圾少一些，身体气血多一些，让身体更健康。大家先点赞收藏，以免以后找不到了。1. 拉伸肝胆经，扫除身体垃圾。要打扫身体里面的垃圾，
我们首先要去疏通肝胆两条经络。我教大家一个动作，能同时疏通肝胆经。找一张垫子，自然坐好，从侧面伸出右腿，左脚内扣，脚心贴在大腿的内侧，用右手捉住右脚，最好能捉到脚尖，如果捉不到也没关系，可以把手搭在右脚上就行。然后左手向天空的方向伸展，尽量使身体保持在一个平面上，保持这个动作不动。1、2、3、4、5，坚持10秒。这个动作不要求我们做得有多优美，做的目的是要拉伸我们的肝胆经。手向上伸的时候，要确定能拉伸到腰内这里，这样就能疏通到胆经。脚向外伸的时候，要确保腿内侧这里是拉直的，要拉伸到大腿内侧的肝经，起到疏通肝经的作用。做完一边再做另外一边，方法也是一样的。左右做完之后就为一组，连续做3到5组。很多人做一会之后就会感觉一股暖流流过身体，身体比较僵硬的人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难度，可以先慢慢做，越是身体僵硬越需要做，做完就会感觉身体一下子被舒展开了，一口浊气吐出来，或者有打嗝的情况都是正常的。做完之后就会非常舒服。坚持做能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，使气血像扫帚一样把身体上的卫生死角给清除干净。2、灸气血回春穴，有一个很厉害的部位，男人用它长肾健体，女人用它调和气血，老人用它延年益寿，小孩用它增强体质。它就是我们的肚脐，也叫神阙穴，它是人体唯一一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穴位。这个穴位我们可以用扁灸罐来灸。我们先点燃艾柱，然后把隔灰网放好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可以灸神阙了。然后我们拿扁灸罐就这样扣在肚脐上，感觉温暖舒适即可。现在开始有温度了，温温的，非常舒服。早上9点至11点，或者下午5点至7点，这2个时间段灸最好。每次灸20到30分钟即可。肚脐就是我们人体自带的回春穴，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灸一灸它，给自己的身体注入一些能量，让身体的能量满满的。灸肚脐非常舒服，大家不要贪心了，一下子灸太长时间，因为神阙聚气不宜散气，灸的时间长了就容易灸过量了，容易扰乱阳气，造成精气亏损，甚至虚火。灸神阙不用1年4季都灸，我们可以有计划进行灸，比如灸10天为一个周期，可以每个季度灸1到2个周期就可以了。3、晒晒，多补钙。衰老伴随的是身体钙的流失，想延缓衰老就要好好补钙，多晒太阳就是免费的补钙。可以选择早上或者下午太阳比较柔和的时间段，搬一把椅子在屋外，趴在椅子上晒晒后背、腰腿等等，让阳光晒晒身体。如果不想在屋外，也可以在自己家的阳台上晒晒。坚持晒太阳就是最好的补钙。除了要补钙，更重要的是补脾。如果脾不好，吸收出了问题，再怎么补钙也是白费功夫。上面这一步激活脾经很重要，下面大家看我怎么做。激活脾经，我们激活脚上这一段就行。这里是隐白，是脾经的第一个穴位，是井穴。这里是大都，是脾经的营穴。这里是太白，是脾经的元穴。这里是公孙，是脾经的络穴。我们就疏通这一段。我们先涂点精油，
我们用刮痧板从下往上刮，脾经不通的人刮起来会比较痛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我们要坚持刮，刮到不痛，脾经就通了。有些人在刮的时候感觉到有颗粒感，一粒一粒的，这说明你的脾经已经不通了，更需要刮，坚持刮，每次刮5到10分钟，然后再换脚，左右脚都要刮。脾是气血生化之源，脾经畅通，气血源源不断。如果把脾经比作马路，气血就是马路上的车，如果车速慢了，肯定会堵车，堵车了，身体的代谢就会差，脂肪堆积，垃圾堆积，时间长了，自然就会脸色不好、长斑、脸色暗黄等等。坚持这样激活脾经，有助于精气运动更快更长，有助于促进气血循环，让身体干净，让衰老来得慢一些。好，以上3个动作：第一，拉伸肝经，清理身体垃圾；第二，揪通肚脐，让身体气血回春；第三，晒晒补回流失的钙。这3个动作大家坚持做，对我们保持年轻体态非常有帮助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中医的穴位能救人，同样也能伤人。人体上有3个部位不能乱按，操作不好的话，对人体有伤害。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穴位，大部分穴位都是有保健养生的功效，利用好了，能达到通经活络、调整人的机能、祛邪扶正的目的。但是也有一些穴位是比较危险的，我们不能随便动。如果应用不当，不仅不会帮助到我们长生健体，反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。今天带大家看看中医里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3个穴位。第一个，颈动脉窦，它位于颈部两侧，大概与喉结齐平。把手指轻轻放在这里，能感受到脉搏的跳动。颈动脉窦就像一个灵敏的开关，调控着人体的血压和心率。当颈动脉窦受到持续按压时，就有可能会出现心率、血压骤降，导致眼前一黑或者晕厥。挤压时间久了，甚至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。电视新闻里也有报道，因为颈动脉窦被亲吻出现危险的意外，所以热恋中的情侣要注意了。另外，老年人也要注意，上了年纪后多有动脉粥样硬化，不当的按压可能导致斑块脱落，形成宣子，对脑血管健康影响大。第二个就是大家熟知的太阳穴。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解过太阳穴的使用，通过按摩太阳穴来帮助我们改善头晕、缓解眼睛疲劳等等。但是大家一定要按照我所讲的要求方法去做，因为这个区域它的骨骼是比较薄弱的，而且又分布着很多的血管。当太阳穴受到重按或者猛烈的撞击时，就会导致脑部及神经受到强烈刺激，导致严重的后果。所以大家在按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相应的方法，力度要适中，不要过重，按摩时间也不要过长等等。第3个部位就是我们的眼球。很多人在长时间用眼后，眼睛疲劳了，喜欢随手搓揉一下眼部，这样是不恰当的。我们的眼球是不能随便按的，特别是有青光眼、短眼轴等问题的人，在我们搓揉眼部时会挤压到眼球，可能会导致晶状体发生异位，甚至失明。还有按压时手部没有很好的清洁，可能会导致眼睛感染。所以上面所讲的3个部位我们要保护好，不要随便动。当然我们的身体也有很多神奇的穴位，不仅能养生防疾，甚至能急救。下面我跟大家分享3大黄金穴位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。1. 人体的太阳，大椎穴。我们坐着低下头，摸到颈后最凸起的高骨，在这块高骨的下方凹陷处就是大椎穴。我们平时可以通过搓揉的方法进行保健养生，先左手后右手，五指并拢，
在大椎这个区域来回搓揉，力度适中，搓30次。大椎穴作为阳经的汇合点，是人体阳气最盛的地方，刺激它能够调益阳气，去除体内风寒之邪，增强我们的抵抗力。然后换右手，同样搓30次。搓大椎还可以改善颈椎和头部的气血循环，让大脑更好的放松入睡，提高睡眠质量。2. 生命根地神阙穴。神阙穴就是肚脐，是连接脐带的地方。人体先天常弱与此穴密切相关，故被称为先天之本源，生命之根地。我们每天早晚按揉它，把两手搓热，用左手掌心对准肚脐，右手叠放在左手上，双掌同时用力，顺时针按揉，每次按揉1到3分钟，可以起到温补元气、健运脾胃的功效，还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抵抗力。3. 长寿穴足三里。足三里位于外膝眼直下4横指处，这里就是每天用大拇指按压足三里1次，每次按压5分钟，要使足三里穴有针刺一样的宣胀发热的感觉。民间流传常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，是长寿第一保健要穴。按揉足三里，一方面可以提振人体阳气，一方面可温补脾胃，使胃气长盛，气血充盈，从而增强身体抵抗力。最近天冷，手脚冰凉的人也可以常常拍打足三里取暖。足三里就是人体的小火炉，经常拍打足三里可以调节经络，使手指和脚趾的血液循环得到改善，从而使手脚变得暖和起来。好，人体的穴位有很多，我们要分辨哪些不能乱按，哪些对我们身体大有好处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健康保驾护航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身体很容易出现一种矛盾的体质，就是感觉自己是一个容易上火的人，动不动就嗓子疼、口腔溃疡，但是臀部以下又非常的怕冷，经常手脚冰凉、拉肚子、大便不成形，这就是三焦不通的典型表现了。这种矛盾的体质让我们很是烦恼，去补的话身体就越上火，去泻身体就越来越寒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通法，把上中下三焦贯通起来，平衡寒热。第一个动作，打通上焦，旋掌垫脚，手臂向两侧打开，伸直，与地面平行，手掌向上立起来，手掌往前旋转时垫脚，往后旋转时垫脚，就这样反复做21组。在练习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手臂伸直展开，让你的松懈充分的打开，才能够起到通上焦的作用。有的人刚开始做时会觉得手臂酸痛沉重，不自觉的把手臂前移或下移，这是不对的，一定要保持水平，手臂绷直。第二个动作，打通中焦，抬臂垫脚，自然站立，双臂伸直，往前甩手，两手掌在头顶相交，尽量的向后拉伸一下，再配合垫脚的动作。好，现在开始。就这样反复做21组。这个动作能够拉伸到我们身体前侧中焦这个位置，特别是我们配合呼吸，抬臂的时候吸气，放松的时候呼气，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中焦这个区域有一种绷紧感，就这样一紧
一松，疏通中焦。年纪大一点的朋友，动作可以慢一点，幅度不要太大。第3个动作，打通下焦，随臂俯身，双手手臂伸直往前抬起，与地面水平，掌心相对，然后双臂往后甩，同时掌心旋转朝上，在甩手的同时，上身尽量弯腰俯身，手臂尽量往上抬，反复做21组。年纪大或腰不好的朋友，动作幅度小一些，速度慢一些。通过一次一次的俯身摆臂，大家会感觉到小腹在收紧、放松，很好的锻炼到我们小腹以及下肢的肌肉，把更多的气血引到下焦的位置。这3个动作分别锻炼了我们的上焦、中焦还有下焦。大家在练习的时候，一定要从第1个开始，一步一步的往下做。